大家好，欢迎来到手股代金，我是 Vince。这个频道是分析有关美股产业的趋势。最近呢，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持续恶化的影响，全球经济趋缓等利空因素环环相扣，引爆了威力惊人的全球股灾。不止欧美股重挫，世界各国的股市也都萎靡不振，整个全球市场信心溃散。然而还是有一些少数一枝独秀的疫情受惠股，例如像一些疫苗生技股、居家防疫股与基础建设股依旧强劲且持续攀高。今天主要关注的公司则是电动车先驱与王者特斯拉，其股价即将暴冲。最近大盘一直起伏不定，特斯拉的股票之前也一直处于盘整止补的阶段，但是突然间最近却有许多有关特斯拉公司的大利好消息面一直持续的释出哟。到底特斯拉公司最近的消息有着什么样的长期规划与愿景呢？这个频道主要是分析有关美股市场的产业结构、市场走向与技术发展生态、竞争对手情势的概况，以及帮助大家能够更快速简洁的了解美股市场上产业结构未来发展的趋势，以及平时生活产品供需链上更为透彻的了解。大家如果觉得这集的视频影片对你有所帮助呢，麻烦请大家点个赞表示支持，这样以后就有动力能持续跟大家分享更多优质的分析讲解内容哟。如果大家想持续关注频道影片的消息内容，那就请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这集有关特斯拉的动态转会分析了。就在早前8月19日，特斯拉发表 AI Day 之后，根据 The Street 报道指出，德意志银行分析师 Emilio Rosner 大力的称赞人工智能的努力，特斯拉股价便开始攀升。随着德意志银行重申其买入评级，特斯拉股价攀升，而 New Street 表示该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于业界的发展曲线，特斯拉的股价便上涨了 4.4% 至 710.16 美元。而后特斯拉首席执行官 Elon Musk 更出乎意外地推出了特斯拉机器人，而且还打算明年推出原型。Rosner 在研究报告指出，在大蓝图中，特斯拉概述了一项非常雄心勃勃的努力，即开发具有非常可拓展的底层计算、准确快速数据标记的高性能神经网络。这项工作创造了一个积极的反馈循环，系统可以在这个循环中持续学习和改进，比我们认为任何传统竞争对手都能达到的速度更快。此外，这位分析师继续说，这个运算平台最终可以作为服务出售给其他机器学习用例，尤其是那些需要大规模的用例。他认为特斯拉本身将在未来几年用其人形机器人进行探索。Elon Musk 详细描述了这个项目，基本上如果你想想我们现在用汽车做什么，特斯拉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人公司，因为我们的汽车就像带轮子的半智能机器人，有了全自动驾驶计算机，汽车上的推理引擎显然会不断发展，多久能识别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了解如何在世界中导航的神经网络，最后再把它转变换成人形，这样说是有道理的。马斯克描述了这个机器人背后的目的，至少最初是这样的。它当然是友好的，在一个为人类建造的世界中导航，消除危险的重复和无聊的任务。马斯克还解释说，一个有用的人形机器人应该能够在没有明确训练的情况下导航世界，相反去买菜。一听到马斯克说出特斯拉以后可以做出
会自行去买菜的机器人。大家可能又会觉得马斯克又在瞎掰了。其实呢，马斯克骨子里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他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相当符合逻辑与根据的。因为在美国德州早有一家机器人公司叫做 Robolegion， 已经做出了买菜机器人。这个买菜机器人就是和特斯拉一样使用现今最流行的技术图像识别。图像识别的原理就是通过镜头分析图像的每一个像素来提取信息，就像人眼一样。创建数据集后，必须对其进行注释，即你要查找的元素是否存在于图像中，以及它的位置。根据你选择的任务，有不同类型的标签、边界框或多边形。只有在对整个数据集进行了注释后，才能继续进行训练。与人类大脑一样，必须通过向其展示许多不同的例子，来教会神经网络识别一个概念。有关机器学习的概念呢，就让我举个电影《骇客任务》里知名的 Dojo 道场对战训练场景为例子好了。首先呢，我们先把 Neo 想象是一辆特斯拉电动车，而总机给 Neo 灌进去的训练程式，当作是一堆海量的真实道路影像图片。最后我们就可以把 Morpheus 当作是 Neo 的监督式学习训练师了。Neo 和 Morpheus 便开始经历了无数次的训练，如何在真实街道物件中分类、辨识和标注。最后呢， Neo 的辨识能力就会变得越来越优化了。这就是特斯拉超级电脑 Dojo 的基本运作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特斯拉的自驾系统即将会变得非常的无与伦比。最近特斯拉还有一个惊人的销售，上海的巨型工厂8月销量巨大的增长了 34%， 中国制的 Model 3还有 Y 销量达44264辆，中国境内销量达到12885辆，跟上个月相比增长了 49.5%。 由于整体业绩较7月份有所上升，而且随着更多经济实惠的汽车选择出现，国内订单继续增加，特斯拉8月份能够在中国销售更多汽车，预计9月份中国的销售额将显著增长，及第3季度的最后一个月。8月上海超级工厂出口31379辆，与1个月前的24347辆出货量相比，这相当于增加了 28.9%。 这一高数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厂显著增加了 Model Y 的产量。据报道，其数量已达到每天1000辆。现在电动跨界 SUV 积极出口到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各国。马斯克表示，我们和整个汽车业一样，在第3季季初面临严重的零件短缺。到了季末的交车量高得非常不寻常，这是特斯拉历史上最大的交车潮。特斯拉制造了许多缺少零件的汽车，需要稍后补上。他说，这是特斯拉历史上最大的交车潮，但我们必须完成它，指的是季度末的交互推动。这就是特斯拉股价即将要暴涨的原因了。好了，本集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